点上一上，10块钱一了，同学们了，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今天呢，我接着讲清场之后的事儿。我在家随便吃了点东西，一觉睡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到中学同学王河那儿暂避了一晚上。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回家，一路上看电线杆上贴满了各种传单，其中有一个自称清华大学学生说自己是从天安门广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脱口而出说，他根本是胡说。旁边的人都怒视着我，以为我是便衣特务。这是6月5号的清晨，那位自称清华大学大学生，居然他6月4号已经都跑到香港去作证了。难道他是和孙悟空一样，一个筋斗云就翻过去了吗？滑稽的是，全世界都相信他的作证。我到了四通公司，然后一看人去楼空，只有一个人在值班。我问万总在哪儿，说是已经离开北京了。回到家之后不久，接到刘晓波的电话，让我去和他们3个人会合。他说是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我一听就知道那只能是外交官公寓。我当时拒绝了，一来他必定要出来接应我，对我们双方都不安全。再者呢，我也不愿接受老外的庇护。事实上，我的判断是对的。不久，全北京的老外都慌忙地往回跑，回国。侯德健进到澳大利亚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被批准了。使馆也同意接受刘晓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接受高薪。小波还挺仗义，表示这样的话他也不去了。他们2个人就在一个澳大利亚的外交官的公寓里头住了一阵。那位收留他们的外交官很为难，说什么你们可以留在这儿，那冰箱里有吃的。这不是瞎扯淡吗？冰箱里的东西能吃几天？因为他要走嘛，他要回国。于是他们2个人就只好出来了。高薪回了家，不久被捕。小波一出外交官公寓的大门就被抓走了。后来王军涛又托甘阳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和他们一起走，我也谢绝了。我说人越多，目标越大，越不安全。当时我的想法很明确，我就看老邓死没死。只要邓小平活着，规矩就不会大乱，我至少不会被枪毙。要是他死了，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我就非跑不可了。到6月9号，邓小平接见了戒严部队，还大肆表扬部队没打死一个人。他显然是被骗了，把天安门广场没死人和整个过程没死人混为一谈了。他根本没想到，北京市民根本就没有被戒严令震慑住，没想到戒严部队会打死那么多老百姓。据传他到了了解真相之后，1年多都情绪低落，经常发脾气。家里人劝他少抽烟，他拍桌子大怒说：“我连抽烟的自由都没有了。”我顺便解释几句，当时并没有人直接下过开枪的命令。和我谈判的38军那位上校季兴国当面告诉我，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戒严部队指挥部命令你部不惜任何代价，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必须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完成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后来王东告诉我，没有书面命令，都是由作战参谋口头传达的。有一些部队的指挥官就问，说可以使用任何手段，那包括不包括开枪？
得到的回答是：你们相机处置。首先开枪的就是38军，后来其他部队随后就跟进了。至于一共打死了多少人，根据从各种比较可靠的消息来源，我做了交叉比对。我判断吴仁华也是6·4那天早上，到最后跟着这个我们一起撤出来。6·4之后，他花了20-30年的时间，一直就在搜集6·4那天的这个打死人的各种资料。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叫做《6·4屠杀内幕解密》。我认为他在这书里披露的调查数字是最靠谱的。他说，戒严部队一共打死了2000多人，其中大学生死了36个人，军人和武警一共死了15个人，其他都是各界民众。死亡的这15名军警，有的死于交通事故，有的是病故的，被民众打死的是极少数，而且都是在晚间11点以后，也就是在部队开枪打死老百姓以后。但是也非常遗憾，吴仁华在这本书的第2章当中，直接引用官方媒体的公开报道，对我和侯德健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他没有加任何批评矫正，严重违背了事实真相。不管怎样吧，官方出来报道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那说明邓小平没有死。于是我就决定就在家等着，哪儿也不去。后来是实在拗不过家里人的劝说，说当时各种谣言满天飞，说一会儿说这个被秘密处决了，一会儿又说什么谁被逮捕了然后呢，电视上成天在那放枪毙暴徒的新闻。后来我在一位朋友赵月胜的姐姐赵亚萍家里头藏到6月13号。在这期间，我把6·4广场清场的情况详细写了下来，用国际邮件寄给了我在美国的姨妈，居然还真寄到了。到了6月11号，我骑车进城查看情况，在地安门遇到老朋友张玉川，他见到我大吃一惊，说：“你疯了，还在北京瞎转悠，还不快跑！”我说：“跑什么？总不至于枪毙了我。”他说：“那可不一定。”然后他把我领到家里，百般劝说，还把身上所有的钱、粮票和外汇券都给了我，叫我务必快走。在当时每天枪毙暴乱分子的恐怖气氛下，玉川的勇气和担当确实令人佩服。6月14号上午，我把高鑫的女朋友张小梅约了出来，我想问问小波和德健的消息。6月4号以后，我和他们就完全断了联系。约好10点钟在西4的新华书店见面。赶在这之前，我最后去了一次文艺印刷公司，把我负责编辑的公司周年纪念刊所有的资料交给他们，算是对我的工作善始善终。这是我最后的一件工作。只有一位姓陈的小伙子在值班，他早听说了我去绝食的事儿，所以呢，他见了我觉得就像见了还魂的鬼。他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还在北京城里闲逛，还有心管什么画册不画册。我耸耸肩说，我总得善始善终，交给我的工作半路扔下来总归不好意思。他一个劲儿问说能帮我点什么忙，我摇头说老天爷都帮不了中国人的忙了。他送我出来的时候，那眼神好像我已经到了癌症晚期一样。那天上午，我和张小梅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里转了2个多小时。我怕有人盯他的时候，他说小波已经在6月6号那天被抓走了。侯德健下落不明，实际上侯德健是躲到澳大利亚使馆里去了。
高鑫被警察日夜监视，公安局的一辆小巴永远停在他家的门口。高鑫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后来我听说这叫监视居住。我们俩商量了好久，也没商量出个所以然。我让他转告高鑫跟我一起走，他摇摇头说目前好像还没必要。高鑫，我觉得他就是个钓鱼的鱼饵，他们正等着大鱼上钩呢。张小梅问我到底打算怎么办，我说鬼才知道，也许去九寨沟游山玩水，跑到哪儿还不是一样，还不如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先过过瘾再说。我和他约好保持联系，然后就各自回家。可我那天下午突如其来就逃亡烟台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逃亡之所以选择烟台，是因为四通在那儿有个分公司，包租了一栋海边别墅，没有外人。其次，烟台气候好，环境美。好了，6月13号下午，我和四通的同事董文义，还有就是司机还带了一个助手，我们4个人就往烟台出发。在车上装了2台四通的2401打字机，假装往烟台送货。他们说铁路盘查很严，公路的情况好一点，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没有亲身经历过被迫逃亡的人，绝不可能真正体会个中的滋味。那和读小说看电影是大不相同。在逃亡烟台20多小时的路上，我被公安检查站拦住搜查了7次。这种事儿是事后想起来觉得有趣，我现在还觉得挺有趣的。当时的心情可完全是另一种。我们这辆小巴出了通县，一路通行无阻，我们暗自庆幸。可是高兴的实在太早了，到了天津市郊的杨柳青，就遇见了第一个公安检查站，专门盘查北京反革命暴乱事件外逃分子。司机完全不知情，所以他走的时候非常仓促。他拉上那个伙伴，居然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还好问了几句，看了我们其余3个人的证件，就把我们给放行了。一场虚惊就这么过去了。他们手里拿着一种奇怪的武器，我过去从来没见过，和驳克枪差不多大小的冲锋枪。接着就是第2个、第3个检查站，一个比一个盘查的严。到了第4个检查站，河北盐山县的检查站，天已经黑了。因为那个没带证件的小伙子，我们就被扣留了。警车在前，我们在后，进了盐山县的公安局，一通盘查。这次可就非同小可了，一屋子10几个警察紧盯着我们看，目不转睛，把我们3个人的证件全都做了记录，又打了一通电话，居然没找出破绽。他们说没有证件不能再往前走。没办法，我们只好找了个旅店住下，商议了一番，决定把没证件的留下，过几天车回北京的时候再来接他。天刚刚亮，我们3个人继续启程赶路。这一路真是7灾8难。第5个公安检查站设在河北、山东2省交界的叫无敌县，这是最难过的一道鬼门关。前几站只是查证件，简单的检查一下行李。到了这个无敌县，是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他们搜出我的行李当中有4通的公文包，顿时就大为警觉起来。从包里把我没来得及清出去的5月13号统战部斡旋会的会议发言记录搜了出来。有人看了我的这些回忆，说你怎么记性这么好？其实我是在有的场合我是做了详细的记录的。
这个5月13号的这个会议发言记录里头有王丹，有乌尔开西，一干人等一应俱全。还有别的几件不相干的东西，包括《世界经济导报》最后几期的复印件。他们看了之后，客客气气的就请我坐在板凳上等候，然后把我的东西研究了1个多小时，同时往北京挂电话。就为了等这个电话，我们被扣住了3个半小时。我心想，这回可是在劫难逃了。所以趁着上厕所的机会，我想把日记嚼着吃了，没想到那么难吃，实在咽不下去。其实里边并没有什么秘密，我只是怕把其中提到的一些朋友牵扯上。出乎意料，世界上好多事儿永远都出乎意料。3个多小时以后，北京的回话来了，说我没事儿。我几乎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无敌县公安局局长客客气气请我们上路，他告诉我们，通缉令上有4通的2个人，万润南和李祥征。李祥征是曹思源的办公室主任，那时候老曹早已经被捕了。他的夫人6月4号就打电话通知了我，所以他们才对4通的人格外留意。好了，5站都过了，到了第6站又被扣住了。这回是说司机的证件不全，一个什么税单没带，说是7、8份手续，少1份也不行。我们百般解说，全然没用，到底还是罚了司机100块钱，搞得司机心灰意懒。我看他可怜兮兮的，就说算了，干脆我们改乘火车吧。结果赶到火车站，不巧当天已经没有了去烟台的车次，只好继续往前走。到了检查站的第7站，还算好，只扣了半个小时。就这样7灾8难，6月15号晚上10点多钟才到了烟台。一路上总共走了30多个小时。当时的烟台是个风景优美的一个破旧的小城，徒有海滨之力，比个县城强不了多少。4通的烟台分公司包租的海滨别墅坐落在半山腰上，是一座2层的小洋楼，很精致。据说当年是一位大官为姨太太造的安乐窝，花园很大很美。花园的绿树丛中有一座凉亭，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从海边一直伸上来。这座别墅原来我们是打算租下来给4通的干部职工们度假的时候住，刚装修好，还没怎么用过。要是平时心情愉快闲适，带上几位好朋友在这里避暑，确实是再好不过。可惜我当时心境不佳，逃犯当然只能是心境不佳了。第2天我去烟台最大的新华书店买书，这个鬼地方几乎就无书可买，勉强挑了10几本，聊胜于无。于是回来之后，每天上午读书，下午下海游泳。海边浴场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听得我是悲从中来。在我伟大的祖国，仇恨才是主旋律，爱是何其少也。照我说，一个人要想当英雄好汉，不能没有自知之明，你得事先把风险、把最坏的后果估计充分，看看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能，你就去干；不能，索性老老实实当个凡夫俗子，免得画虎不成反类犬，英雄没当成，反倒成了狗熊。不过我得坦白承认，就算是这样，这些半英雄也比庸人要强。我看至少人可以分成5等，第1等是真正的英雄，敢做敢当，不仅做了，而且承担得起。
第二等就是我刚才说的所谓半英雄，敢做可是承担不起，对自己估计过高，对风险估计过低，他们自己误会了自己。第三等就是凡夫俗子，平庸之辈，只不过他们总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平庸，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平庸，所以还能保持沉痛感和羞耻心。第四等人自己什么也不敢做，却专门找做事的人身上的毛病，如果让他们找着了，他会快慰无比，似乎这样就能表明他自己并不低劣。所以呢，第二等人就是这第四等人最好的靶子。这第四等人往往眼光锐利，他们总能挑出第一等人身上的毛病，把英雄降格。因此在他们的价值表上是把自己摆在第一等位置上的。做事的人事情做得越多，犯错误的机会越多，暴露自身弱点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也就越不完美。什么事情也不做的人，他们永远可以使用虚拟语态，我不过是不做罢了，我要是做就会是第一等的大英雄。可是你放心好了，这是永远不会兑现的。这种人骨子里其实一个个全是货真价实的鼠辈，卑鄙的懦夫。他们唯一的好处是还不至于专门做坏事，专门做坏事的那就是第五等人，那就是地道的败类、垃圾、人渣。至于谁是哪一等人，平常是看不出来的，非得到了生死关头，人才会彻底显露他的本质。比如说，我本来打定主意不逃，可后来听说曹思源被秘密处决了，心想这么干未免死得太不值，于是我逃往烟台了。这就表明我从本质上不可能是谭嗣同。又比如说，帮我逃亡的两个我们四通的小伙子，董文义挺住了，另一位却出卖了我。我后来被捕，就是因为他的告发。这两个人泾渭分明。这第二个人我也不提他的名字了，因为他们也是出于无奈。好了，我回来说我这个逃亡的这个地方烟台，发了一大番感慨啊！我实际上是因为看尽了知识界的很多人的丑态，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所以这是有感而发。